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9.29，收盘价是256.6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2.45，最低价是在252.80。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并且跌破了10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775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06 倍量增。KD 值，双线继续下行，开口增大，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回档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6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上涨的过程中出现回档后的横盘中。当日的 K 线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并且跌破了10日均线值，成交量是略有量增，那这些都意味着股价将会继续下行。那我们再来看 K 线组合方面，那这样一根小的红 K 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实体长绿 K 线，那这两根 K 线组成的 K 线组合叫母子怀抱。母子怀抱呢是变盘的 K 线组合。如果我们把这个 K 线组合定义在高档的位置，那它将是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日后股价跌破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48，即可确认变盘向下。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K 线组合定义在是相对低档的位置，因为目前股价是在一个上涨到高点，然后出现的回档中。那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低档呢，那它是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绿 K 的最高，也就是265，那即可确认股价将会变盘向上。好，那实际上我们也就是目前，如果我们从 K 线信息上来看，股价日后如果能够站上265呢，将会继续上行；如果跌破了248呢，股价将会继续出现回档。好，那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是收盘价会在274。然后第一个可能我们给出2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股价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在256，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会收在262附近。实际在6月23日收盘价是在256.6。那我们预测的下跌和实际发生的下跌，它们的收盘价是基本相同的，并且呢，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
那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说，收盘价不仅又回到5日均线值下方，而且又跌破了10日均线值，那股价会下行。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K 线组合的信息来看呢，它又给出了股价的走势的不确定性。然后我们还可以回顾在之前这2根 K 线，这叫长红吞噬。我们曾经说过，日后的某个 K 线的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根红 K 的最低，那么也就是说将会确认这个长红吞噬。那目前新的 K 线组合生成之后呢，那我们现在要给出的一个要确认的点呢，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是248。那这样一来啊，股价后续的走势也是给出了不确定性。那因此呢，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好，那股价在6月2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出现上行，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277。站上277啊，我们看看，它会达到几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我们从上往下说，如果能够站上277，我们刚刚说了，将会瓦解这个长红吞噬的这个 K 线组合。并且呢，如果股价能够到达277上方呢，也就是会站上这根绿 K 的最高265，也就是会确认这个母子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然后如果站上277呢，又完成了一个股价上涨到高档的一个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走势。所以股价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77，站上它，股价将会继续向上。那在这之前，现在看来265，也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和上方的我们给出的这个观察线是这根红 K 的中线，在267附近，也就是265到267这个区间内，将会成为股价上行的一个压力。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289，289是压力位。第三个目标就是314。那在到达314之前，当日新生成的 K 线和这条我们会看到1号趋势线的交点将会成为股价到达314之前的强压力，因为这是特斯拉股价的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低点确认的下行趋势线。那么它也是目前最后一根下行趋势线，对的。好，那么上方的3个压力不变，是上方的3个上行的目标不变，277、289和314。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7。那在到达247之前，这根 K 线的最低248，我们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一旦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呢，不仅确认了这个母子怀抱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对，也就是确认这个组合是变盘向下的，并且呢也会出现底底低，那么股价的走势或者叫趋势将会转为短期的空头趋势，因为会出现底底低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247这个位置啊，它将是重要标志。既然是重要标志，它就是强支撑。对，好，
那么这个强支撑如果被跌破，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23，也是一根回后再上涨齐涨 K 线的最低，是6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缺口和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那在6月26日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是在238附近，这个缺口的强支撑，也就是它的中线也是在238，所以对于6月26日下方238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支撑。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对于6月26日盘中，我们要给出观察位，一个是要关注上方的261，261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那它和前高也基本上是重合。我们把这条观察线下移到261。我们关注它的目的呢，就是它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交汇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要关注它的目的是，股价一旦出现继续反弹，我们看看能否会突破这个压力，或者说如果一旦出现一个大幅的高开盘，这个位置将会成为支撑，那么它是否能够成为强支撑而支撑住股价？好，换句话说，股价如果在6月26日能够在261上方运行，那很可能会收在高位。对，好，另外一个观察位我们要给到253这个位置，也就是这根红 K 的最低。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加上来。我们观察它的目的是，股价在盘中如果在253下方运行，那很有可能会收在低位。对，所以这两个位置是我们在盘中要如果我们看盘的话，要关注这两个点位。好，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那由于我们是本周的周初，我们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目前周 K 线图的这个两个绿颜色的线，就是我们在之前预测的，就是股价如果上行，看看是否能够到达284，或者我们认为如果上涨会收盘在这个位置。如果是出现回档呢，我们看看244，也就是前一周再前一周 K 线的最低是244.59，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然后中间的这个253这个位置呢，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实体部分的中线。那我们看看股价是否能够收盘在这个中线上方，或者在周中这条线是否能够成为支撑。好，这是我们对之前这个3个位置的描述，叫做回顾。253是我们给出的一个上周周中的观察位，我们是重复给的，因为在之前还有一个高位的观察线。好，这是我们对之前的这些信息的回顾。那我们来看，在上一周的周 K 线图当中，它生成的这根 K 线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天剑线。天剑线如果是出现在股价上涨的高档，
那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如果再配有大的成交量，那么它的这个变盘向下的几率会更高。那如何能判断它呢？就是在接下来一根的 K 线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根天剑线的最低，也就是248.25，那将会确认，这个天剑线将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对，好，那出现这样的 K 线呢，对于周 K 线图来说，在接下来一周，因为我们会看到，虽然出现天剑线，但是呈现的是量缩。对，那量缩呢，这样一来，在接下来一周，很可能如果是上涨或者有多头力量的介入呢，很可能会出现补量上涨。但一旦出现补量上涨呢，很有可能就会站上这个天剑线的最高，也就是277这个位置。277我们很熟悉了，在日 K 线图当中说了，如果站上这个位置，股价将会继续多头的趋势。所以在周 K 线图啊，我们目前看，下方这个天剑线的最低248将是支撑，然后呢，如果148在周中被跌破呢，那下方我们还是要看245，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因为对于周 K 线图来讲，目前只有跌破了这个245这个位置呢，那么才能够出现底低的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并且呢，我们测算在本周，也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一周，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会到达245这个位置，因此呢，我们认为在本周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比较强的支撑。所以说，我们说股价如果遇支撑，然后再有多头力量的介入呢，很有可能股价会掉头向上，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如果补量上涨，我们将保留284这根 K 线，这个水平线，也就是补量上涨，我们认为股价收盘价依然会收在284附近。对，284，我们回顾一下，它是我们从日 K 线图当中定义的，是2022年9月2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283.65，是这个位置，我们取的整数284，因为这根 K 线是从前一日上涨的 K 线之后的一个起跌的 K 线的最高，所以这个位置将是股价向上也是向上突破的一个位置。好，我们回到周 K 线图。好，那如果遇支撑向上，我们认为依然会收在284，我们保留这颗线。那下方的245呢，我们也保留它，因为它是一个强支撑。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呢，很可能会突破这条线，然后收盘价依然收在这条线的上方。当然，如果股价出现了一个实体长红 K 线呢，那我们说股价会跌破这个5均值，那么也就是说在周 K 线图当中将会出现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那既然我们说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出说，如果股价一旦在本周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位，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50%的成本线中线，在231这个位置，它将是强支撑，也就是在245之后，231还是一个强支撑。好，
那这样一来，我们看看，我们基本上是几个点位我们都给齐了，然后上方的这个254呢，我们保留它，这是在前一周这根 K 线的实体部分的中线，目前股价在它的上方，那这条线将成为支撑，所以在本周股价运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可能在视频当中随时会切换到周 K 线图，我们会看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跌破254，那我们说那股价跌破了这个强支撑，那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测试245。如果245被跌破呢，我们认为下方的231是支撑，所以我们给出这3个点，其中一个点位是我们说的股价不会跌破的这个点位，这是我们预测不会跌破，对。然后呢，我们在周中的时候，我们再来回顾它。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对于周 K 线图啊，如果出现补量上涨，我们认为会站上这个天剑线的最高，然后到284。如果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它会在周中有可能会跌破245，但是周的收盘价会回到245的上方。对，好，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一个分析。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日 K 线图。好，那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是有2个多头的仓位，分别是15%和10%。另外，我们还有一个5%的强反弹的仓位，我们依次来说一下。15%的仓位，我们是在6月13日收盘价给出的操作建议，5%进场，实际在6月14日开盘前才能够进场，是在261附近，然后在6月16日的收盘价，我们给出了5%的加仓建议，那实际的进场呢，可能会在6月20日的盘前，成本盘前应该是在261.5附近进场，然后在6月20日的收盘价274这个位置，我们又给出了5%的加仓建议，实际可以操作是在6月21日盘前，应该是在278附近进场。那这样的15%的仓位，目前的成本价是在266这个位置。然后在6月22日，我们给出的止损的位置是247。那6月22日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没有被止损出场。在6月23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248。那目前股价的收盘价也没有跌破它。现在这15%的仓位依然是持有的。到了6月23日这个收盘价，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进场加仓的，不可以加仓的，对。所以这15%的仓位现在目前还是持有。到6月26日，这个仓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248，因为跌破了这个位置会出现
离247也很近，会出现底底低，会转为空头趋势，所以止损位我们守这个位置。好，这是第一个仓位。第二个仓位呢是在它之后，是在6月20日盘前5%，盘后5%，一共是10%的仓位。目前的成本价是在269.5附近，在这个位置。目前是亏损的。那这个仓位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是分别是247，在6月23日是248，依然是持有的。到6月26日，这个仓位的止损位依然守248。这是两个多头的仓位。那对于两个多头的仓位啊，我们说什么时候可以加仓呢？从技术上说，只有股价重新站上277，我们才会考虑加仓。因为目前是一个回档的过程当中，回后上涨成功是必须要站上277的，否则无论是股价收盘价到哪个位置，比如说在6月26日收盘价到了266，它站上了这个母子怀抱的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也就确认了这个变盘向上，但是收盘价是在266。这个266并没有站上前面的这个最高，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可能遇上方的这个高点再继续出现反转向下如果再继续反转向下，上方就有了头低，那再向下的话，有可能股价就会跌破下方的这个248，所以在技术上，这个多头的仓位，我们守好248的这个止损位，然后我们等待股价站上277之后，才能够再继续加仓。好，这是我们对两个多头仓位的描述。然后我们再来看强反弹的一个仓位，就是在6月22日收盘价在264附近进场。那可以操作性呢，有可能会到6月23日的开盘价，但是6月23日开盘价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有可能会有没有进场，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低开是很恐惧的。但是如果是根据技术上的操作，坚定的进场抢反弹呢，那进场的位置应该是在260附近。对，那么但是我们计算成本位依然从264来计算，在这个位置。好，那这个强反弹的仓位呢，我们说目标是在274到275这个位置呢，可以获利出场。止损是在248，在6月23日没有获利，但是也没有被止损出场，目前依然持有。那依然持有，对于这个强反弹的仓位止损位依然是248，我们守这个位置。然后上方获利的目标我们会降到270附近，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到了这个位置呢，可以获利出场。对，再补充说明。那么对于这个强反弹的仓位呢，为什么不能够等到上方呢？强反弹我们要快进快出，当然我们可以等股价上涨，对，那这是两个操作，就是说一个是到270附近我就出场，对，我就抢了这样的一个反弹，然后等股价呢站上277之后，我再继续进场做多，对。277之上再进场叫进场做多，目前在这个位置进场的叫强反弹。对，好，这是我们对
两个多头和一个强反弹仓位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对于空头，我们认为在6月26日开盘之后，股价如果出现上涨，我们认为从261一直到上方的267这个地方会有加仓或者建仓。他们的目标就是247。当然，如果是低开盘，那更加会有空头的进场，那他们的目标一定是下方的缺口。对于这两部分进场的空头呢，他们的止损位，我们认为，如果是低开盘在这个位置进场，也就是255到255之下进场的呢，他们的目标是回补这个缺口，他们的回补位是265。但如果是高开盘，股价上涨到这个位置，从261一直到267，也就是这个红 K 的50%的成本线这个位置，那一直会有空头的进场或加仓，他们的目标是247，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77。所以我们会看到，一旦低开，上方低开，然后有多头的力量，只要向上推动，一旦接近264，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向上的一个上涨。那如果股价日后继续上行到277，只要接近它，或者稍微能够突破它，应该会有一个大幅的上涨。那这两个位置都是空头的回补位。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2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您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上方的压力位，我们依次来说一下。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59一直到260，两个点位。然后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61一直到264。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有前高262包含在内，然后我们把这根绿 K 的最高也把它合并。那第一个压力位是从259一直到上方的265。那我们会看到上方的压力是很重的。当然，如果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高开，甚至跳空的高开盘而站上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支撑，会推动股价上行。好，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是267.5，是这个实体长红 K 线的中线位置。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277。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前低253，第二个支撑是从247到248，在这个位置。第三个支撑是从235到242这个缺口，其中238是强支撑，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会到达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那反弹呢，它将是高开盘，甚至有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
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6，上方最高会到达268，然后收盘会收在266附近，在这个位置。对，这是反弹我们给出的一个点位。那这个点位呢，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对于这样的反弹呢，我们还要给出另外一个点位，就是更高的位置。如果是更高的位置呢，它一定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4这个位置，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75。收盘会收在272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它的条件呢？当日必须是大幅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1的，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给出的这个观察位。好，那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大幅的一个反弹。那另外一个可能呢，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61，最低会回踩到下方249.5附近，然后收盘会收在252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